俄罗斯打造英雄，为普京刷声望，增加国内对战争支持。乌俄最新战报：波兰乌军团参战，G7集团联合抵制朝鲜。乌克兰传奇女兵凤凰阻止俄军推进。北约实力大提升，瑞典换装 AK-24步枪，德国采购600枚金牛座导弹。加兰特被解职，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没英雄怎么办？那就造。据基辅邮报报道，克里姆林宫任命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英雄时代计划参与者担任联邦级职位，即普京任命乌克兰战争的退伍军人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担任坦波夫州的代理州长。这是迄今为止克里姆林宫授予全面入侵乌克兰参与者的最高职位。报道称，叶夫根尼·佩尔维绍夫原为俄罗斯南部城市克拉斯达诺尔的前市长，同时也是国家杜马的代表。他于2022年11月自愿在乌克兰作战，后被选中参与了普京的英雄时代计划。据悉，该计划旨在将退伍军人提升为有影响力的公务员角色。但火力军觉得，此次佩尔维绍夫的任命明显就是克里姆林宫或者说是普京耍的手段，其将乌俄战争塑造成一个仕途上升机会，用更多的爱国人士来取代传统的寡头精英，这样既可以激励更多俄罗斯人入伍，稳住了前线战场，也能削弱国内寡头的影响，增加普京的声望。战争研究所也评估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利用英雄时代计划培养一支忠诚的亲战退伍军人骨干，既能安抚伤亡巨大的俄军士兵，也能增加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并在中长期内使俄罗斯社会军事化。但有趣的是，基辅邮报披露称，这里的英雄并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普京所谓的英雄计划看似为俄罗斯退伍军人提供了职业发展的机会，但所选的英雄都是与俄罗斯军事精英有联系的人。如另一个被普京打造成英雄的人是英雄时代计划的负责人玛利亚·科斯丘克，他被任命为犹太自治州代理州长。而参与英雄计划的大多数士兵也都来自专业单位，如俄罗斯的战斗军预备役，其单位成员都是一些能避免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的所谓精英。按照英国情报部门的说法，这些精英在远离战斗的同时，也能保持与军队联系，从而伺机获得克里姆林宫的青睐，成为英雄。很明显，英雄时代计划就是普京一众高层筛选亲信的工具。在前线方向，乌梅罗夫称，朝鲜正式加入乌俄战争。库尔斯克前线10月5日，乌军在达里诺、夏克林、新伊瓦诺夫卡方向对俄军阵地的进攻仍在继续，但战线没有太大变化。倒是克列涅沃方向，俄军反击势头被遏制，乌军正重新扩大占领区。有消息称，乌军派出新的部队，加大了在新伊瓦诺夫卡方向的攻势。乌总司令希尔斯基也在11月6日表示，3个月的库尔斯克行动造成俄军伤亡20800多人，相当于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45000人的一半，同时也致使俄军损失了多达1001件的武器装备。此外，对于11月4日乌克兰反虚假信息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爆料出的朝鲜士兵遭受炮击事件，11月5日，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接受 KBS 采访时，将其描述为乌朝双方在库尔斯克州发生的小规模战斗。乌梅罗夫提供了冲突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朝鲜士兵被伪装成布里亚特人，即俄境内的一个亚洲民族，使其与俄军士兵混在一起行动。同时，他强调称，这次的小规模战斗标志着朝鲜正式加入乌俄战争。乌梅罗夫预测，援俄的朝鲜士兵将分为5个单位，每个单位3000人，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训练。届时会部署在库尔斯克前线的东北、东部和东南部阵地，增加防御。只不过，正如此前基辅邮报援引乌克兰情报局截获的电话信息一样，俄军士兵正在努力学习翻译，从而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报道称，克里姆林宫计划为每30名朝鲜士兵分配1名翻译和3名俄军官，但在截获的电话信息中，俄军自己都怀疑是否有足够的翻译人员来支持这一安排。而且，朝鲜军队的介入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波兰乌军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1月5日援引乌克兰在波兰招募中心官员的话称，朝鲜的介入使波兰乌军团招募中心变得更加活跃，仅1个月就收到了来自居住在30个国家500多份乌克兰人的入伍申请。据悉，波兰乌军团是一支由居住在波兰、由乌克兰男子组成的志愿军事部队，平时接受着波兰武装部队的训练，在乌俄战争开始后就一直在后方为前线乌军输血。而现在，对于突然增多的入伍申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分析认为，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波兰乌军团将允许乌克兰人加入战斗，同时也允许其在完成服役后返回波兰。报道还称，第一批志愿军预计将在年底前签订合同，并开始在波兰训练场接受训练。
其次，G7集团做出协调反应。据基辅独立报10月5日报道，G7和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各国外长对朝鲜介入乌俄战争一事表示严重关切，并正在制定协调应对措施。在其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他们呼吁朝鲜停止向俄罗斯侵略战争提供援助，因为朝鲜此举除了表明俄罗斯不遗余力地弥补其损失之外，还将导致冲突危险升级，会给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果，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回到战场上，如今乌军仍控制着超60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而俄军除了在库尔斯克州部署朝鲜军队加强防线外，正将其最有经验的部队派往乌东参战。哈尔科夫前线10月5日，俄军对沃夫昌斯克附近的乌军阵地发起了新攻势，不过在冲锋过程中被乌军远程火炮和 FPV 击退。有意思的是，据乌方消息称，前来进攻的俄军并未搭载装甲车，而是靠双腿和电动车发起的冲锋。库皮扬斯克方向虽然战线变化不大，但战斗激烈程度正在增加。乌军消息称，俄军在该方向已将地面攻击次数增加了1倍，并正在使用由3到5名士兵组成的突击小队频繁骚扰乌军目标。目前双方战斗主要集中在克鲁格利亚基夫卡和特尔尼北部地区。托列茨克前线尽管俄军投入了预备队，但乌军第12亚速旅仍肃清了涅利皮夫卡的街道，托列茨克局势相对稳定。在库拉霍沃10月5日，乌军在马克西米尔扬尼夫卡西南方向再度击退了俄军的连级机械化攻势。不过，据乌克兰观察员马绍维茨表示，俄军正将精锐向该方向调集，准备发起大规模新攻势，如俄军第90坦克师、第27摩托化步枪师以及第5、110和114摩托化步枪旅，正在乌克兰新谢蒂迪夫卡、辛德米特里夫卡沿线活动的同时，俄军还将预备役中的1个摩托化步枪团、第51旅的3个营以及第8旅的1个坦克营调往这里。俄军的后续行动值得我们关注。据 ABC 报道，在乌克兰前线有一位传奇女兵，叫斯维特拉娜，绰号凤凰。她曾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运动员，在其体育生涯中曾4获 MMA 的世界格斗冠军。如果不是因为乌俄战争，她的传奇可能将不至于此。乌俄战争爆发后，斯维特拉娜被迫中断了体育生涯，自愿选择加入乌军。经过2年的战斗洗礼，她如今成为了第79突击旅的无人机操作员，在库拉霍维一带阻击俄军。截至目前，斯维特拉娜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数十辆坦克装甲车。需要注意的是，乌克兰的女性并没有服军役的义务，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在前线战斗的乌克兰女兵都是为了保家卫国而自愿前往。另外，根据媒体提供的数据，除斯维特拉娜外，在当前的乌军中仍有4000多名运动员，且已有487人牺牲在了战场前线。为了纪念这些运动员的奥运精神，今年巴黎奥运会前夕，英国特意在伦敦广场上为其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据基辅独立报称，10月5日，瑞典民防部长卡尔·奥斯卡·柏林公布价值超过980万美元的乌克兰新援助计划，其中包括2艘旨在加强海上安全的军舰。据悉，在该援助计划中，瑞典将把2艘军舰移交给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同时瑞典将提供4万个防护口罩和呼吸器，以支持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人员。柏林强调称，瑞典打算深化与乌克兰的合作。同一天，澳大利亚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14艘价值920万美元的海艇，而加拿大则宣布将在2024年底前向乌克兰运送首套 NS-AMS 防空系统。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更是直接表示，在下次北约部长会议上将讨论直接拦截乌克兰上空俄导弹的想法。此外，乌克兰也将从世界银行获得6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乌克兰经济。也这正是有了北约、欧盟的不断援助，乌军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如据 X 平台用户称，乌军第117机械化旅改制为重型机械化旅，乌军第17坦克旅则改制为重型机械化旅，1周内连续改建2个旅，很明显是新装备到位了。而北约、欧盟在持续援乌的同时，也在加强自身实力。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瑞典国防部接收了首批共1200支 AK24 突击步枪，进一步推进了其装备现代化的进程。据悉 ，AK24 并非卡拉什尼科夫的产品，而是芬兰萨克公司设计的自动卡宾枪。它基于芬兰军队目前使用的 M23 步枪开发，不过口径不同，瑞典选用的是较轻的 5.56×45毫米口径。同时 ，AK24 突击步枪还可搭载多种战术配件，如瞄准镜与握把，增强了其灵活性。步枪射程为800米，并提供有半自动与全自动模式，适用于多种作战环境。预计通过测试后，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列装瑞典军队。
根据《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向该国国会提出了一项23亿美元的经费申请，用于采购600枚新型金牛座导弹。金牛座导弹是由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防区外空对地巡航导弹，旨在摧毁纵深目标，包括指挥所、弹药库、机场等。目前德国装备的主要型号为 KEPD-350，其重约1400公斤，战斗部重454公斤，航程500公里，可进行低空飞行和航线规划。采用惯性加 GPS 末端红外复合制导，可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36米厚的土层。今年6月，德国展示了新型的金牛座导弹，尽管其没有披露具体的改进细节，但想必在作战性能方面要比前代更为卓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首批新型金牛座导弹将于2029年交付。MBDA 开发最新型的潜射反舰导弹。SM-40 隶属于飞鱼系列，与前代 SM-39 相比 ，SM-40 整合了新型这波段射频导引头，以及适用于高强度战场环境的进阶算法，使其能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更准确地识别和追踪具备隐身能力的目标，可有效反制敌方隐身技术。此外 ，SM-40 还采用新型涡轮喷射引擎，并将射程提升至120公里，大幅提升了反舰作战效能。另据 MBDA 表示 ，SM-40 不仅具备反舰功能，还具备对地攻击能力，而且其还能运用现有的成熟技术，使其快速步入量产阶段。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SM-40 专为法国海军集团生产的潜艇量身打造，可能会与其他潜艇不兼容，这意味着其未来的客源将以采用法制潜艇的国家为主。美国停止开发的电磁轨道炮，并未被其他国家放弃。如日本在2023年10月完成了500万焦耳的轨道炮，发射直径4公分弹丸的测试，其弹丸飞行初速达到了6.5马赫。欧洲方面在认识到轨道炮的战略优势后，同样启动了名为电磁炮技术的跨国联合计划。该计划于2023年6月成立，由欧洲国防基金提供了初始的1500万欧元资金。如今，为了加速发展，日本、法国、德国最近建立了伙伴关系，三方签署了职权范围协议，开始联合生产电磁轨道炮。在法国军备总局的理解中，电磁轨道炮是一种攻守兼备的武器。首先，它需要有非常精准的准头；其次，能对付高超音速和应对饱和攻击；最后，射程要超过200公里。法国海军更是希望所研发的电磁轨道炮成为新一代的舰用武器。接下来是中东动态。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军对外宣称，在最近的空袭中清除了真主党现任最高指挥官阿布阿里利达。按照以军的说法，此人是纳斯鲁拉时期的最后一位真主党高级领导，主要负责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的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袭击。先前曾向以色列发动了多轮袭击，在以军攻入黎巴嫩后，他就一直四处躲藏，直到近日在以军空袭中阵亡。目前真主党方面尚未回应此事，该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考虑到以军的进攻仍在继续，真主党方面暂时应该是无暇顾及。另外，从当前局势来看，现任真主党最高负责人的卡西姆将成为以军的最大目标。可惜的是，以军目前尚不清楚他的位置信息，导致加兰特向其下达的清除指令迟迟没有达成。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真主党反扑，以军持续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在敌以临时边界线黎方一侧，自西向东全线有37个村镇被毁。此外，以军还持续对叙利亚境内的古塞尔地区的真主党弹药库发动袭击，并空袭了真主党在叙利亚境内的情报总部。该情报总部主要负责收集和评估情报信息，空袭地点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南郊的赛义德宰纳布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在不久前视察了该国北部的交战地带。他在前线发表讲话表示，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的目标不会改变，那就是彻底解决以色列北部区域的安全威胁。他强调，真主党必须撤离塔尼河以南，并不能再对以色列发起袭击，否则会一直行动到其被全部清除。另一方面，由于哈马斯拒绝了美国、埃及等调解国提议的短期停火协议，导致以色列加剧了对加沙地带的行动力度。例如，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杰巴利耶、扎尔卡等地实施了多次空袭。此外，以军还对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土巴斯等地实施突袭，破坏了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武器储存点、火箭弹发射点、军事建筑等。根据媒体报道，由于美国此前向伊朗施压，导致其至今未对以色列进行报复行动。伊朗海军似乎有些不服气，且表示正在对该地区航行的美国军舰实施全面监视。例如，伊朗海军少将沙赫拉姆·伊拉尼指出，
美国在该地区部署有16艘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的任何行动都在伊朗无人机的监视中。另一方面，以色列内部似乎出现了危机，其总理内塔尼亚胡助理涉嫌泄密被捕一事尚不明朗，国防部长加兰特又被解职。根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除了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原因是两人之间存在信任危机。至于更细节的原因，则没有过多披露。在得知此消息后，美国方面率先做出表态，称加兰特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同时，美国进一步表示，即便加兰特卸任，也将会与以色列下一任国防部长密切合作。按照以色列计划，下一任国防部长将由现在的外交部长卡茨转任，新任外交部长则由吉德翁·萨尔担任。据韩联社报道，10月5日，韩国军方检测到朝鲜再次发射了弹道导弹。在对导弹数据进行分析后，韩国军方初步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飞行距离约400公里，可能是600毫米级的超大型多管火箭炮，即 KN-25。日本方面也对此事进行了表态，指出朝鲜至少发射了7枚导弹，导弹的最高飞行高度为100公里。此外，据韩联社表示，作为对朝鲜发射导弹的回应，韩国军方将会进行玄武系列导弹和天宫系列导弹的发射演习。另据自由时报报道，为进一步强化该国防空能力，韩国将向美国采购4架波音 E7 预警机，包括后勤技术支持，总价值约50亿美元。E7 预警机为波音公司以 737NG 客机为基础打造的早期空中预警平台，搭载有诺格公司的多用途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能连续执行10小时以上的空战任务，涵盖范围高达400万平方公里。自2014年起，韩国空军已有4架E7 预警机处于服役状态，本次属于增购，待交付后，韩国E7机队的规模将提升至8架。需要注意的是，媒体表示，这批预警机在性能方面要比之前的更加强悍，其将配备能干扰导弹的大型航空器红外线反制系统，并配有惯性导航系统以及北约 Link-16 战术数据链。根据印度空军近期发布的声明，一架米格29在地形训练中遭遇系统故障，无法正常降落。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飞行员将其开到阿格拉空旷地带，随即安全弹射。目前，印度空军正在调查这架米格29系统故障的具体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印度今年坠毁的首架米格29。例如9月初时，印度空军的一架米格29因技术故障在拉贾斯坦邦巴尔梅尔坠毁，飞行员及时安全弹射，才没有出现伤亡。除米格29外，印度的米格21也时常发生坠机事故。根据媒体统计数据，在过去10多年里，印度共有400多架米格21坠毁。此外，媒体还表示，印度空军中的米格系列战机之所以频繁出现坠机事故，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米格系列战机属俄式战机，印度航空公司在组装、维修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印度空军的超负荷演练导致战机故障的概率也随之增加。根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于近日对外宣称，为解决澳大利亚兵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将投入6亿澳元作为现金奖励，以留住现役士兵，并招募预备役士兵。其实，早在2023年，澳大利亚就在维持现有兵力的问题上启动了一项奖励计划，即士兵在4年服役期快结束时，选择再服役3年，就能够获得5万澳元的奖励。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把这项计划延长至2027至2028年，并且准备扩大能够参与这项计划的士兵规模，包括服役7至9年的老兵以及预备役士兵。澳大利亚的目标是在2030年代初将国防常备人员保持在 6.9 万，到2040年，常备人员和文职人员总数达到10万左右。但截至今年6月，国防军常备人员只有 5.7 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国防预算有限，在选择扩大奖励计划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个人的奖励金额将会缩减。这不，按照马尔斯的说法，自2025年7月起，现金奖励金额将从5万澳元降至4万澳元。此举可能会削减澳大利亚公民参军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所谓的现金奖励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澳大利亚兵力不足的问题。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的英雄时代计划怎么样？美国大选后的乌俄、中东、朝鲜半岛局势又会有怎样的变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